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美伊戰事是我們的大主題，要來特別看到的是美軍狂炸7島航空母艦。再來是伊朗的部分，它的納斯爾2號第8波的全面反撲已經正式的展開了。這一次不只是伊朗在打，還包括了真主黨胡塞組織也怒嗆說他們要參戰。再來就是雙海峽是否會被鎖核？現在油價有沒有可能飆到$200大關？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先歡迎我們的在場來賓，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好，還有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在關心美伊戰事之前，請記得幫我們按讚，並且按下熱推薦，也可以在留言區寫下熱推，或者是寫下思敏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特別做回復。提醒大家，在環球大戰線主頻，我們的會員頻道已經成立了，按下加入鍵，成為戰友吧。好，今天的美伊主題，我們先看到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一樣我們會請來賓來幫我們做解答。首先，我們看到第一點，美伊戰火現在是全面的升級了，川普狂轟伊朗。這個叫做永不沉沒的航母大通不島，現在是它的最新布局，真的能夠撕裂伊朗的核武資防線嗎？那麼這個島它的重要性是伊朗的7島防禦網會不會引爆下一個中東的戰火呢？另外一場新的引爆點呢？再來我們看到第2點，美軍連續炸伊朗，狂轟狂炸已經達到5天了。當然了，伊朗的報復的力道也是非常強烈的，發動了閃電行動跟這一場叫做納斯爾2號的飛彈無人機攻勢。伊朗也最新揚言了，他會俘虜100名的美軍，他是真的反擊要打痛美軍，還是一場心理戰？這個是第2個問題。最後我們會來關心到的是伊朗打出的能源王牌，包括了胡塞組織也說要參戰哦。那麼接下來他的下一個動作就是封鎖曼德海峽。如果荷姆茲、曼德都被封鎖住的話，全球油價有沒有可能很快的突破$200大關？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做一次比較深入的剖析。這一次在中東的戰火部分已經全面的升級了。川普在下令要重啟對於伊朗的這一波攻勢之後，已經連續整整5天狂轟伊朗，而且呢，這一次是第一次24小時之內白天發動一場戰爭，接下來晚上又發布另外一場戰爭，等於是全天候不停的在對伊朗進行轟炸。15日早上，我們先來看到美軍鎖定的就是它的荷姆茲海峽的入口。今天特別要關心這個地方，因為這個地方對於伊朗來說是重要的戰略節點，它的大通不島。美軍上午在這邊轟炸了90分鐘，緊接着同一天下午又展開第2波的攻擊。同時，美軍還說要恢復對於荷姆茲海峽的封鎖行動哦。那麼，我們也看到了，美軍的部分還對無視警告的油輪發動了地獄火的飛彈攻擊，要切斷所有伊朗最重要的石油生命線。今天我們要來探討的主題就是：美軍真的只是炸一座島嗎？因為大通不島到底有多重要？幫觀眾朋友稍微科普一下，它是伊朗7島防線的核心，所以顧名思義，其實就是由7島所組成的。這當中包括了大通部、小通部，還有其他的島，那麼形成在伊朗的一個拱形的防線哦。這一波攻勢造成了我們看到伊朗的7名軍人喪生，還有13枚飛彈直接射向了伊朗的東南部，在這邊的軍事基地。伊朗形容這個大通不島的7島就像是永不沉沒的航母。現在美軍直接鎖定這個地方，目的就是要打穿伊朗的海上堡壘，意思也就是要削弱伊朗對於荷姆茲海峽的一個控制權哦。那麼接下來伊朗就放話了，他說會為烈士的鮮血復仇，並且迫在眉睫。等一下會立刻來看到伊朗的最新軍事行動。川普最新接受了這個媒體的專訪，他怎麼形容伊朗？他說伊朗像偉大的拳擊手，你以為你已經把他打敗了，結果他立刻反手給你一記重拳。我們要趕快來看到伊朗的重拳有哪幾招。第1拳跟第2拳包括了第一個閃電行動，伊朗透過自殺無人機發射來猛烈的攻擊當地的這個約旦這邊的基地。第2拳就是它的第8波攻勢，飛彈加無人機攻擊多地的美軍基地。那第1拳當中還包括攻擊的美軍在當地的F-15、F-16、
F-35機庫跟它的 MQ-9死神無人機的這個機庫哦，同時瞄準了當地多個通訊系統、燃料庫跟雷達站。第二權我們剛剛提到的嘛，納斯爾2號第8波攻勢，則是瞄準當地的後勤，包括在科威特的後勤中心，還有阿里薩勒姆基地的防禦雷達系統等等。最受關注的是，我們看到伊朗特別公布了一個衛星圖像，說它炸毀了哪些地區呢？包括了在巴林的美軍基地、第5艦隊基地的無人機指揮中心，還有呢這邊的這個謝赫伊薩空軍基地的直升機維修中心跟 P8 電戰機機庫等等。伊朗外長繼續放話，接下來應該會來進行的這一場地面戰，可能會俘虜100名的美軍，把這些美軍帶回伊朗哦。這些攻勢非常的強烈。我們先來關心美國轟炸伊朗的七島，這個叫做永不沉沒的航母，這個天然航線真的能靠空襲摧毀嗎？現在真主黨也說他要加入了，美軍是否面臨更大的壓力？賴老師怎麼看？要靠轟炸要把一個伊朗的防線要摧毀，恐怕不容易啊。因為我們先看一下過去的戰爭歷史啊，在過去的戰爭歷史，日本怎麼炸重慶，並沒有讓中國大陸屈服。納粹啊一直炸倫敦，也沒有讓倫敦啊英國屈服。同樣的，美國的盟軍一直炸柏林，也沒有辦法讓柏林屈服。二次大戰之後啊，就有一個案例啊，有一個國家，它因為被轟炸，沒有出動地面部隊，而最後屈服的。那個案例就是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就是過去的南斯拉夫，但是美國炸它炸了78天，投下2.2萬噸的炸藥，也就是23000多枚的炸彈，不斷的投下去，然後炸了78天以後，它才屈服。如果我們要講說二次大戰期間裡面有沒有哪一個炸彈讓日本馬上屈服的，那就是2枚的核彈啊。過去炸了東京或者日本的一些地方也沒有讓日本屈服，但是2枚核彈讓日本人嚇破膽了，屈服了。二戰以後我們強調的就是南斯拉夫也是炸了78天，2萬多噸的炸彈才讓它屈服。那你想，川普炸了5天啊，這個島嶼就要讓伊朗屈服，恐怕也不容易。在2月28號開始，美國就已經一直在炸伊朗的所有的軍事要塞、所有的軍事設施，炸了1個多月，啊，也用掉了上千枚啊的一個高精度的導彈，也沒有讓伊朗屈服。所以這樣的一波的炸彈啊，就是說啊，伊朗的這個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的島嶼就要屈服了。我想這不容易，為什麼？因為你最終還是要出動你的地面部隊，也就是說，如果你不出動你的地面部隊，你只專門靠這樣的一個轟炸，那你不去佔領它，你不把它當成你的要塞，當成你的一個前沿基地的話，那伊朗為什麼會屈服？你炸了以後，我繼續炸你，你炸我就炸你，你炸我就炸你，你只要沒有控制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就還在我手中。所以我個人認為，美國沒有辦法靠不斷的轟炸中就屈服伊朗的抵抗意志。可是問題就在於美國敢不敢出動地面部隊？我覺得這個是考驗的川普的一個決心。川普講說要出動地面部隊已經講得很久了，從把機將部隊派過去，把這個特種傘兵部隊派過去，再把這個遠征軍都派過去，就海軍陸戰隊，也就是不管是從空中投下去的，從海上登陸的等等各種例行的這種2棲的部隊作戰都已經部署到這個地方來了。部署了多久了？快半年了。也沒有辦法投下去，就是因為風險太高，不可靠的因素太多。川普他自己也沒有把握，說他的地面部隊投下去以後沒有傷亡，或是極低的傷亡，很少。連他去挽救他所謂的人質，後來認為說他可能是要去摧毀這個伊朗的這個被轟炸的核設施，然後要去確認以後把他的核原料拿走的那樣的一個特種部隊的，尤其是綠扁帽部隊跟三角洲部隊組合的這種特種部隊投下去，最後的結果怎麼樣？最後的結果還是落荒而逃嘛，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美國要出動地面部隊要佔領這個地區，
我想這個風險太高了。我個人認為，川普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真正敢下決心說我就做了。所以也不會因為這樣子，伊朗就說那我屈服，我投降，那我們來好好談判。可是川普已經露餡了，他炸了半天的目的還是為了要談判嘛。說我們來談嘛，我們來談嘛。那這個怎麼可能？我覺得川普已經把他底牌泄露出來了，也就是他做的目前的動作，最終就一個目的，就是我要談判。好，那同樣一個問題也特別請教酈將軍怎麼看？因為川普也說了，這個伊朗是偉大的拳擊手。那我們看到伊朗是立刻發動了各種的攻勢，不管是他的第8波攻勢，或者是他的閃電行動，真的打痛美軍了嗎？那伊朗真的如他所言，他敢綁架100名的美軍嗎？那酈將軍又怎麼看？這7個島就是在荷姆斯海峽北邊最大一個島哥斯姆島，那旁邊還有7個小島，包括到我們知道拉拉克島、大不通、小不通這些島。這幾個島原來在這個3月份美伊戰爭的時候，美國地面作戰就揚言要奪下這幾個島。那從美國當初地面作戰要奪取這幾個島，你就知道這幾個島對控制荷姆斯海峽有多重要。但是為什麼當時以美軍強大的戰力那他都沒有辦法奪取，也最後連動手都不敢動手。我跟你講，這幾個島在軍事上它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個它這幾個島等於是伊朗南邊這個大陸的一個前沿陣地。你要對伊朗的本土發動攻擊的話，首先你要打這幾個島。如果說你沒有拿下這幾個島，你貿然就進攻伊朗的本土，這幾個島就變成反射擊陣地，它可以對你登陸的部隊反過來打你屁股所以你就必須要先拿下這幾個島。可是你要先拿下這幾個島，你又會遭受到伊朗本土部隊的這種掩護攻擊所以你要拿這幾個島是非常难的。這種道理就像是我們台灣現在來講的話，有一些這個外離島，它的跟本土之間作戰的地位是類似是像這個樣子。但是關鍵是這7個島又連在一起，你不能只拿一個島，你必須要同時拿下7個島。你光打一個島沒有用，你打一個島，其他6個島會同時對你發動反擊，互相掩護。所以美軍當時我覺得他就在軍事上面、戰術上面，他沒有那能力同時對7個島發動攻擊。但是現在這7個島又剛好是在荷姆斯海峽的北邊所以伊朗現在規定，所有要通過荷姆斯海峽船，必須要從北邊這個拉拉克島從這邊經過，要進入荷姆斯海峽，要從拉拉克島的北邊，要出荷姆斯海峽，要從拉拉克島的南邊，這幾個島剛好就是控制的荷姆斯海峽。但是美軍光靠轟炸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因為我們都知道，到最後你還是要靠地面戰來處理來解決。但是看得出來，美軍現在對於這個發動地面戰奪取這7個島，目前看起來沒有這個決心，也沒有這個能力。因為我們看到他現在打到現在這個時候，他已經很多兵疲力盡了這個已經沒有太大，我認為他沒有太多餘力可以去攻占這7個島。之所以伊朗會不會去俘虜100名美軍，我覺得這可能性極高的。因為我們不要講別的，地面作戰的話，一定會有俘虜。這個包括到我們現在俄烏戰爭，你看到雙方動不動隔一段時間就互相談交換俘虜，所以地面戰爭一定會有被俘虜的這個可能性是非常高的。那如果說伊朗這個對美軍主動發動地面的突襲來講的話，它可以利用伊拉克的民兵組織這個利用或者是說美軍敢這個貿然的發動地面作戰來講的話，我覺得美軍被俘虜機會是很大，因為歷來所有地面戰爭來講的話，幾乎是俘虜是被敵我雙方互相俘虜，幾乎是避免不了。但是問題是，美國以這個國家來講的話，它是絕對經不起這個有美軍被俘虜。如果有美軍被俘虜，大概國內反戰的聲浪就會一波就非常的洶湧。對川普來講的話，他應該是招架不住的。好，那我們看到，眼看這一場戰事逐漸的擴大，甚至已經要到失控了。現在另外一個組織說要加入參戰了，它就是也門的胡塞組織。我們要看到他最新放話，他說，如果呢接下來局勢如現在所發展的繼續再往上升高的話呢，他不排除接下來會來封鎖的是曼德海峽了。那現在就會看到說，不只是荷姆斯海峽被封。
曼德海峽未來也可能陷入危機。那大家怎麼看說這件事情有沒有可能發生呢？這位是倫敦國王學院的專家，他叫做克里格，他特別警告說，這件事情會是伊朗最後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革命衛隊認為說全面戰爭已經不可避免的時候，他才會做出這樣子的事情。如果兩個能源命脈都被掐住，那全球油價恐怕升高到1桶$200大關，有沒有這可能？這個經濟核彈，楊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稍微有一點危言聳聽了哈。因為歷史上油價最高的時候是2008年7月，多少錢呢？布蘭特原油147塊，這歷史上最高的。而且那個時候很大的原因，當然就是因為美國的金融危機，那再加上國際整個能源的需求，那美国的金融危機導致美元的貶值，因為美元的貶值這個貨幣貶值才使得這些價格攀高，所以是這個因素。那會不會因為這一次，你說荷姆茲加上曼德海峽，你必須要了解，胡塞組織對於曼德海峽的封鎖，如果他真的這麼做的話，和伊朗對於荷姆茲海峽的封鎖是不可以劃等號的，因為它在整個地緣、地理，然後呢，整個飛彈以及無人機，還有就是海岸的控制，跟在曼德海峽是不一樣的。曼德海峽之前曾經發生過類似這樣子的紅海的攻擊，所以各國其實都有去做一些排除，因此它會讓油價攀高。我們先來看一下哈，油價在2月27號的時候是72塊美元，我們講的都是布蘭特原油。發生戰爭之後呢，在4月中到6月中2次最高到120塊，這已經是非常高了。然後呢，大概在這段期間到6月中以前呢，大概都是在90塊到95塊之間，其實已经是相對高的。你看72塊到90塊，可是當6月17號他們說要進行和談的時候呢，就一下掉，在這3個禮拜掉到了71塊，那就回到了戰前一樣。戰前一樣。當然這有點預期心理。那現在是多少呢？現在從7月10號到目前為止呢，大概是維持在84塊、85塊。昨天是84.95。今天到目前為止收盤是84.88，所以維持平的。可是還是繼續的轟炸啊。對，某種程度哈，因為大家剛才賴老師講了，知道川普根本撐不了多久嘛。你就是說7天我要炸你橋樑，然後我就希望你回到談判，所以戰爭不會擴大。然後他給國會的信函裡面說啊，我不會打地面戰，我會是有限度的，我會是一個合適的、適度的攻擊。所以換言之，其實這個油價跟這個股價慢慢的跟川普在那邊一天到晚叫囂真打，但是呢，已經有一點脫鈎了。但當然還是這個價高了哈，被疊高了。可是呢，並沒有說往上攀。如果說2個海峽都被封鎖哈，它立即會往上走，120都有可能。那曾經來過，但是再往這個上走的時候，我覺得需求會降低，因為這會造成整個需求這個無法負擔，然後呢，戰備儲油會出來。那最重要的是，這個時候別的國家不會在旁邊袖手旁觀了，歐盟、俄羅斯甚至中國都會出來說，這個事情不能再這樣惡化下去。你美國要有所節制，你伊朗要有所這個就是回應。對，不能再這樣下去，他們2個國家自己也受不了。所以我覺得現在不過這裡最後一點就是說，打消耗戰，美國以為在跟伊朗打消耗戰，但這個消耗戰不要認為只是打彈藥庫存消耗戰，光是這一點，其實美國已經輸了。現在你再輸有什麼意義？對。但是消耗戰另外一個意義就是我們今天一直在講的，油、通膨、經濟，還有你的選舉會消耗你的，所以那伊朗都沒有這些問題啊。那當然，伊朗的經濟會更加的受創，所以我是覺得，為什麼川普自己設定了7天、14天，那他就知道這個消耗戰其實它有它的天花板存在的。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
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